我是台湾的作文老师，在从小就没有父母在身边，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认真努力，在高度竞争的社会，好不容易成为了一位教学作文的老师。在2019年，Facebook 上面相识了日本的妻子。虽然我的日语不好，但是非常的努力用心的和妻子沟通聊天。因为妻子她也是日本冲绳小学校的老师，那彼此有相同的兴趣，于是成为了好朋友。那虽然听不懂或者有时不明了我的日文的时候，但是他终于还是非常的对我能够理解我的日文。在多次的邀约之下，妻子说他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台湾和我相遇。到了台湾之后，我们一起非常开心的到了屏东游玩。那到了4处非常优美的风景区，这10天里面我们心心相印，也在民宿里面寸步不离。更不可思议的是，也许是神默默的安排，天空也出现了太阳光圈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景象。妻子拉着我的手一起照相，那我们也许下了婚约。就这样子，我到日本冲绳以及台湾这边办理了结婚登记。我毅然放弃台湾的一切，来到了日本冲绳。为了让妻子有富裕的生活，我身兼数职。在这个外国，以台湾人来说，它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我拼命工作赚钱养家，下了班准时回家。那当然就也帮妻子做脚底按摩这是他的嗜好，每天来帮妻子脚底按摩，善尽丈夫的责任。妻子生病时，她的鼻炎我带她到医院急诊并24小时在身边守护她。新婚数月后，我发现妻子怎么向银行贷了300万的日元，心想夫妻一体，于是我帮妻子还清了债务。那我的积蓄，因为到了冲绳买了2台汽车，又所有的房子租赁的费用全家的生活的开销，那包括我也给了我的岳母丈母娘妻子的妈妈一个聘金，所以我的积蓄所剩无几。于是我在日本省吃俭用，努力工作，和妻子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在家里，我们在做一些寻找一个新家的一个动作。我们每天轮流分享好的冲绳地区的物件，非常的快乐。那当然夫妻间亲密那不在言下，我们一起煮饭，甚至一起洗澡在睡觉的时候手牵着手度过了非常甜蜜恩爱的夫妻时光。那这段期间都非常的正常。2020年突然来了一场大灾难，武汉肺炎的爆发。妻子也非常怪异的在这个节骨眼，她办了退休。
办了教师的退休，他本来是留职停薪，都还没有回去工作就办了停薪，也让我非常的错愕。那在3月的时候，因为疫情的蔓延，日本冲绳机场关闭，从事观光业的我被迫转业，我担任了饭店管理的工作，以及 AEON 百货利用 AEON Mall 的专柜，还有餐厅餐饮业，一个人3份工作来维持这个家计。所以这个突发状况，和日本其实从相识到相知，进而结婚，我们夫妻从无争吵，每日恩爱相处，妻子并亲口承诺我要相守到老，要协助我拿到日本的永住权，而且妻子还说我们是前世的夫妻，所以今世又成为了夫妻。我心里面想，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一定还要再娶妻子。可是就在这么幸福的一个情况之下，突然间妻子有了怪异的行为。3月10号那天，也就是他彻底的到了学校，把退职的工作办好之后，他非常的怪异，停在超市，那我过来跟他相会，他告诉我想要回娘家，因为生理期要回娘家休息1个星期，那非常怪异的行为，可是我也没有去强烈的阻拦他，也只能顺从他。比较抱歉的是，因为他突然间开车离开，我只好跟着在他后面护送他到了娘家。那我在车内，我也不敢下车。在这非常突如其来的一个状况下，妻子的举动让我错愕不及。那我看着妻子走进了娘家，我连车都不敢下。后来妻子当然又回到了我们爱的小窝这边，跟我短暂的做一个夫妻间的聊天，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回到家里住，他还是又回到了娘家。就这样子来来去去，夫妻别居，经过了2个月，突然间他的妹妹怂恿他跟这个华人结束婚姻吧，于是他提出了离婚的调停。在母亲节，我带了礼物前往娘家致意，因为是第一次在日本，也是过我妻子母亲的一个母亲节日。我到了娘家，可是无情残酷的妹妹居然报警，让我极度错愕。妻子的妹妹为何要做这么恐怖的一个举动？正常的夫妻关系，我也都在娘家用餐，妻子的母亲也都非常的疼爱我，煮饭给我吃。怎么会如此突然、如此残酷的去报警一个行为？我实在无法理解。数天后，突然在我自宅外面来了10名警员，10名的日本警察，我非常的讶异。他们到了我的自宅，四处乱搜，说我涉嫌骚扰妻子，带我到了警察局。更恐怖的是，突然
要把我拘留在警察局。这一拘留就是23个日子，拘留了23天。当时我绝食抗议，生命垂危，被送到了冲绳县名护市名护医院吊点滴。这残酷破坏的事情，耗用了23天调查，结果发现我并无骚扰妻子，无罪释放，无罪释放。警察从名护的拘留所带我回到了警察局。警察突然以不正当的一个行为跟手段，擅自拿我的私人手机，删除我和妻子 Facebook 的通联记录，也删除了 LINE 的记录，并发出一张禁止命令，禁止我联络妻子、会面妻子。这突然的灾难令我惊讶，宛如置身人间炼狱。遭遇这么非人道的悲惨遭遇，那非常奇迹的我跟妻子 LINE 的通联记录居然没被删除，可是伤害已经造成，我也不求去还公道。那对日本的警方，他们也是因为律师，因为妻子的妹妹有委托律师去报了案，以受害者，那警方他们是用接到被害的这个文件才会来让我遭受这个痛苦。虽然导致生存面临困境，那我今天要分享这个故事，是内心存着一份爱和感谢。我希望我对社会能有贡献。日本妻子及警方这么残酷的行为，我不去记仇恨，以善来胜恶，以德报怨。我希望能够用爱来让世人知道，再怎么重的伤害，其实我相信神冥冥之中都有在看。我也相信最后一定会还我一个公道。在此，其实我必须要毫无保留的，为了要让台湾人到日本能够不要去触犯到日本的法律。其实我不止一次被日本警察迫害，不止一次被拘留了23天。他的禁止命令上也注明，我不能联络妻子。可是在其中的一天，因为我发烧39度，非常担心是不是感染了武汉肺炎，于是我找了路边的星巴克，停了下来，到里面拜托陌生人打电话给我的妻子。那响了3通，妻子并没有接。OK， 这又是另外一个灾难的开始。
数天后，警察又来到了我的住宅。他说：“吴先生，你这一次真的犯法了，你骚扰了打电话给你的妻子。”我非常的坦诚，我并没有用我的手机打电话，因为妻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的生命垂危，我发烧，我必须要赶快联络我的妻子。我透过了陌生人的手机，那我也非常的诚实的告知，可是警察还是无情的把我拘留了。这次的时间更长，将近60天。这60天，我被移送，也被起诉。到了法庭，日本的法官看了我的事件，我非常震撼的，我第一次看到了堂堂的法官眼眶泛红，似乎有泪水从眼睛流出来。我自己当时也是悲痛、伤痛、泪流不止。那法官做了宣判，他说：“因为我被拘留了60天，那法官他是以罚金作为一个判决。那法官说，我一天以8000日元去折抵这个罚金，也就是说，我不用缴罚金，这60天就法官也非常智慧的，他判出来的罚金可以让我被拘留了这漫长的时间去折抵，再度释放出来，我面对的更残酷。我本来住的被退租了，我本来居住的房子被退了，我的车子里面堆满了我的衣物，堆满了我的重要的一些物品，整台车堆得满满的，包括我的驾驶座，我只能一半的身体坐在里面开车，无家可归。就这样子，我遭受了第2次残酷的迫害。我完全没有犯罪，我完全没有伤害任何人，却遭受这么残酷的一个对待。一个婚姻，我善尽丈夫责任，照顾妻子，疼爱妻子，妻子生病，24小时照顾她，但是却要面对这么残酷的迫害。遭受了这么悲惨的遭遇，不得已回到了台湾。虽然面临生存的危机，我坚定告诉自己，凭着一口气，虽然是行尸走肉，但是等待机会回到冲绳。这个奇迹，这个夫妻的缘分是妻子和我一起创造的。我也希望有心人士能够规劝我的妻子，或者我的妻子能够看到这个影片，能够再创一次救人救命的奇迹，让我的生命复活，让我能够为这个社会做贡献。活不在长短，要对社会做有意义的事情，要对人有帮助，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让这个世界只存在着幸福快乐，大家共同来为这个社会
做有意义的事情。我也非常期待的，我们夫妻能够复原，让我能够起死回生。我也期盼这个世间，不要再有离婚的悲剧发生。人和人的相遇是非常珍贵的，既然成为了夫妻，就是要一起携手同心，去共创一个家庭，让我们的社会更进步、更好。一旦夫妻发生了纠纷，夫妻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其实这个会造成很多人的伤害。我的故事，我们夫妻是在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基础下，我相信有这个基础，有这个根源，我也希望透过这次的分享，能够有正义的人士、善心的人士，是不是有好的方法，也可以提供给我，请大家可以留言，或许可以让我们夫妻创造一个奇迹，再呈现一个我们夫妻复原的故事，来让所有世人做一个警惕与学习。